刚穿越成四爪金龙就被逐出龙族，并且还被祖龙镇压在海底1万年。可我不仅不生气，甚至还跪求祖龙再多镇压我几10万年，只因我穿越到了龙汉大劫时期。在这个惊仙不如狗大罗满地走的洪荒世界，我虽然是东海龙宫的一条纯血四爪金龙，但在大战中也只能充当炮灰。而要想活下去，目前只有2条路可走：一是逃出龙宫，找一处隐秘的地方藏起来，等到大劫之后再出来；二是劝祖龙停战。只是这2条路都不好走。离开龙宫不难，但若是被龙族强者发现了我这个临阵脱逃的叛徒，那我绝对难逃一死。而且想在这个时候找到一处藏身之所可不容易。要知道三族大战可是波及整个洪荒世界的。至于说劝祖龙停战，其难度比前者更大。现在三族都已经打破头了，怎么可能说停战就停战？而且三族大战的内幕别人不知道，作为后世之人的我清楚，这背后可是有魔祖罗侯在推波助澜的。罗侯的实力那可是比祖龙元凤使麒麟更高一筹，就算是红军老祖单对单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对方欲以三族大战为契机正道混元，祖龙就算想要停战，对方也肯定不会让他们如愿，所以更是难如登天。但就在我内心悲凉之际，一道声音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响起：恭喜宿主绑定神级选择系统，宿主做出选择会获得对应奖励，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岌岌可危，请做出选择。选择1：顺应天道大势，充当龙族作战的先锋官，奖励先天至宝混沌钟。选择2：临阵脱逃，苟到大劫之后再出山，奖励道场一座可屏蔽准圣修为以下生灵的神识。选择3：劝祖龙带领龙族归义，不再参与龙汉大劫，奖励混沌太虚古龙的5成本源。听着系统给出的3个选择之后，我顿时陷入了沉思。选择1首先被我排除掉，不是因为我看不上混沌钟，而是以我太乙金仙的修为，根本就发挥不出混沌钟的几分威力，甚至一旦暴露混沌钟的话，会让我死得更快。选择2的奖励倒还不错，一座安全性极高的道场，可惜的是只能屏蔽准圣修为以下生灵的神识，依旧有暴露的风险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放弃了这个选择，最后只剩下选择3了，劝祖龙归隐。这个我此前也分析过，祖龙归隐的可能性几乎为0，但系统只是让自己劝说，至于祖龙会不会听，那就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，自己只要劝了，那任务就算完成了。选择3的奖励也非同一般，混沌太虚古龙的5成本源，那可是3000混沌神魔之一，跟脚实力就算比不上庞，那在3000混沌神魔之中也属于佼佼者。若是融合了他的5成本源，那我的跟脚必然会得到极大的提升，或许足以比肩祖龙，不在三清帝俊太一这种顶尖的先天神圣之下。想到这里，我强忍激动，在心中回应道：系统，我选择3，奖励已发放，请宿主1个月之内完成任务，任务未完成则奖励收回。系统声音回响的同时，我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之中多出了一团古老的神秘物质，这便是混沌太虚古龙的5成本源吗？果然深不可测。惊叹了一番之后，我收回了心神，炼化本源非一朝一夕之功，系统要求自己1个月之内完成任务，事不宜迟，现在便出发吧。很快在东海龙宫大殿中，祖龙端坐于上方的宝座之上，语气无悲无喜地问道：敖乙，你求见本祖所为何事？我躬身回应道：启禀老祖，晚辈此来乃是为了劝老祖带领全体龙族归义，不再参与三族之战。祖龙闻言，身上一股惊天动地的恐怖气势当即倾泻而出。大胆敖乙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混话？我在祖龙恐怖的威压之下踉跄后退数步，但却目光坚定地望着祖龙。晚辈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但此时事关龙族兴亡，晚辈不能不说。目前来看，龙族强盛无比，但若是再继续战斗下去，那龙族不说灭亡，也必然会衰败到极致。请老祖为了龙族整体考虑，即刻带领全体龙族归隐吧。放肆！祖龙听到我此话，顿时拍而起，一个太乙金仙的小辈，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如日中天的龙族会衰败到近乎灭亡的程度，真是可笑。敖乙，你贪生怕死，扰乱军心，即日起本祖将你逐出龙族，镇压在东海海底万年。随着祖龙的声音落下，一股强悍的力量顿时出现在了我的身上，在这股力量之下，我的身体不由自主朝着远处的海底落下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我终于恢复了身体的掌控权，打量着四周幽暗枯寂的环境，不由得在心中叹了口气。落得这么一个结局是我没有想到的，不过好在身处此地也不影响我的修炼，甚至往好处想，被囚禁在此地反而让我远离了战场，让我没有了生命之忧，可以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炼化混沌太虚古龙的本源之上。于是接下来我不再耽搁，立刻开始炼化起了混沌太虚古龙的本源。很快8000年时间一晃而过，8000年来，三族经历了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争，几乎每一场战争都有大罗金仙级别的强者陨落。至于太乙金仙，陨落的数量更是不知凡几，三族可谓是损失惨重，甚至已经伤到了根基。他们本来也没想要打得这么惨烈，但是这背后似乎有一双无形大手在操控着这一切。老祖，我族中大罗金仙的数量已经陨落大半，太乙金仙的数量更是陨落了超过7成，属下请求休战吧。再打下去，我族就算能胜，也是惨胜，甚至有可能会与凤族和麒麟族同归于尽。我族需要尽快恢复元气才是。东海龙宫的大殿之中，祖龙依旧身姿挺拔地端坐于宝座之上，但他眼神之中的神色与8000年之前相比，却是疲惫不堪。听着下方龙族将领的汇报，祖龙内心复杂至极，他不由想到了8000年前那个让自己带领龙族归隐的太乙金仙小辈，对方当时便料到了龙族的今日吗？终究是自己错了。祖龙摇头叹息一声：敖瑞，本祖命你为使者，前往凤族和麒麟族，与他们商议停战事宜。记住，我们此番是商议，而非求和。他们两族的损失比起我们龙族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停战对他们来说利大于弊，他们大概不会拒绝，不同意也不必强求，不过是一战罢了，我龙族有何惧哉？祖龙语气淡然地对下方的某位大罗金仙龙族说道。敖瑞闻言，当即躬身抱拳回应道：属下遵命。另一边洪荒西方须弥山，罗侯一袭黑衣，端坐于12品灭世黑莲之上，笑道：想停战，岂能让尔等如愿？他轻笑开口的同时，语气之中充满了嘲弄之意。他筹谋无数年，等的就是三族
同归于尽。如今眼看即将达成目标，又岂会甘心功亏一篑？这些年来，罗侯借助三族大战所产生的怨气修炼，修为早已经达到了准圣极致。罗侯感觉，等三族中太乙金仙以上修为的生灵全部死绝之后，自己将他们所产生的怨气煞气吸收完毕，说不定就能成功证道了。想到这里，就算是强如罗侯，他的眼神中也浮现出了向往之意。接下来的战场将由本座接管。说罢，罗侯的身影连同12品灭世黑莲一起消失不见。1个月之后，东海龙宫大殿中，启禀老祖，敖瑞于凤族驻地被杀，请老祖定夺。听到下方龙族的汇报，祖龙顿时大怒，凤族竟敢杀他派去的使者，真是胆大包天，这是要与他们龙族不死不休啊！不过他们龙族也不带怕，既然想打，那就打。他当即下令道，即刻发兵10万，攻打不死火山。与此同时，在洪荒大地某处，麒麟族驻地，大殿之中，使麒麟端坐于上方，下方有麒麟族的强者躬身语气悲痛的汇报道：启禀老祖，少主已被龙族大将斩杀，请老祖为少主报仇啊！吾的灵儿啊！龙族欺人太甚，吩咐下去，即刻出兵攻打龙族。这次由本祖亲自带队。一时间，洪荒比之前乱得更彻底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罗侯，此时正一脸笑容地看着自己的杰作。另一边，在玉京山，正在参悟造化玉蝶的红军老祖突然停下，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洞府，落到了三族的战场之上。他的脸上无悲无喜，但他的心中却不由得叹了口气。一切都是天意，是时候结束了。亮劫之中，天机竟被蒙蔽。红军老祖只知道龙汉大劫即将结束，却没算到自己的宿敌罗侯才是大劫背后的黑手，不然的话，他此时便会出关，与祖龙元凤使麒麟一同对付罗侯。很快，三族战场再次开启。龙族虽然是以1敌2，但也无惧。这一战比之前打得更为惨烈，一位又一位大罗金仙陨落，而这一切与东海海底的我并无关系。经过8000年的炼化，混沌太虚古龙的本源已经被我炼化了8成，根脚已经顺利提升到了先天神圣的层次，连同我的修为也水涨船高，水到渠成的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巅峰，距离大罗金仙只差1步之遥。想要突破大罗金仙，不仅法力要足够，更要掌握一道法则。这对其他生灵来说或许并不容易，但对根脚资质已经提升到先天神圣的我来说易如反掌。大概还需要2000年时间，就能将混沌太虚古龙的5成本源彻底炼化。到那时，我的根脚还会再进一步，达到媲美祖龙3清之流的顶尖先天神圣之力，掌握法则便会更容易。转眼间，又是1000年时间过去，三族早已经打出了真武，不死不休。此时，三族决战已经到了尾声。祖龙凝望着战场，注视着已经千不存一的族人，心中却有一股畅快之意。终究是他们龙族胜了，尽管只是惨胜，与他们龙族千不存一不同。凤族的纯血凤凰已经不足100只，麒麟族更是凄惨，只剩下10几头纯血麒麟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边突起，祖龙注视到远处袁凤的身旁，突然出现了一道黑色身影。袁凤被其偷袭之下，瞬间重伤垂死。望着袁凤逃走的身影，祖龙心中震撼莫名，一击将袁凤重伤。他做不到，就算对方是偷袭，他也做不到这一点。可以看出来者的实力比他还要强大许多。对方究竟是谁？为何要重伤袁凤？祖龙心中困惑，更隐隐有一股不安之意。事情似乎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发展。看到黑影重伤了袁凤之后，毫不迟疑，又向着史麒麟杀去。祖龙心中大惊，连忙对青龙说道：不好，对方是要逐个击破。走，我等去助史麒麟一臂之力。青龙若是势不可为，你立刻返回龙族。本族感觉我们三族似乎被算计了。但就在这时，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身体停顿了一下，他的目光望向某处，一道红色流光从他手中飞出，划破虚空，向着远方飞去。接着祖龙便带着青龙加入到了罗侯与史麒麟的战场之中。罗侯见此并不慌张，眼神中流露出蔑视之意。以他此时的实力，他并没有将祖龙元凤和史麒麟放在眼中。他之所以出手偷袭元凤，也不过是想让此战结束得更轻松一点罢了。罗侯脚踩12品灭世黑莲，手持噬神枪，向着史麒麟杀去。史麒麟感受到从噬神枪上传来的生死危机后，心中大骇，连忙使出浑身解数，开始应对。他作为威震洪荒的三祖之一，可不想死在这来历不明的存在手中。与此同时，玉京山上的红军老祖猛然睁开了双眼，他的眼神中流露出震惊与不安之色。就在刚刚，天道对他发出示警，洪荒中有一魔头名为罗侯，其在背后挑拨三族关系，对方即将以杀正道。对方若是正道成功的话，洪荒天道将会被侵蚀，洪荒世界也将会转化为以杀戮为主的魔道世界。洪荒天道对他发出示警，希望他能阻止罗侯正道。若是他能成功斩杀罗侯的话，将会获得无穷天道功德，以此迎来正道成圣的契机。面对天道给出的抉择，红军微微迟疑了片刻，便当即做出了决定，斩杀罗侯，获得正道机缘。他已经困在瓶颈太久了，始终无法突破，这次或许是他唯一的机会，他不能错过。不过敌人的实力不明，为了保险起见，他准备找几位帮手。尽管他身上有太极图和盘古幡这2件先天至宝作为杀手锏，但他做事向来稳健。另一边，在东海海底正在炼化混沌太虚古龙本源的我突然停下了动作，我目光诧异地望着面前这把插在地上的红色仙剑。就在刚刚，这把剑从天外飞来，毫无阻隔地冲进了封印阵法，落在了我的面前。能如此顺利地进入封印之地，我猜测这把剑应该来自于祖龙。犹豫了一下，我起身走到仙剑面前，将其拔出。下一刻，祖龙的声音在此方空间中响起：敖影，你是对的，本祖后悔昔日没有听你之言，但如今已为时晚矣。此刻天地动荡，所以本祖并不打算解除你的封印，留在此地与你的安全也有一些保障。此剑名为赤霄剑，乃是本祖手中为数不多的极品先天灵宝之一，今日便赠予你了。你是有大才的，龙族即将落幕，希望你能看在你同样是龙族一份子的份上，
日后能尽自己的可能多照拂一下龙族。多谢。祖龙的话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闻言顿时陷入了沉默。我明白极品先天灵宝的价值，要知道许多准圣强者穷极一生都没有一件极品先天灵宝傍身，而此时我的修为才太乙金仙，便得到了一件极品先天灵宝。激动高兴之余，我心中对于祖龙的恨意也削减了大半。也就在这时，沉寂了8000年的系统陡然出现，检测到宿主被祖龙嘱托日后照看一番龙族，请宿主做出选择，选择1拒绝嘱托，奖励1颗紫纹蟠桃；选择2答应嘱托，并于日后为龙族化解3次危机，奖励1处顶尖道场。听着系统的声音，我心中惊喜交加。系统8000年没有出现，我还以为系统消失了呢。随后我看系统给出的2个选择所对应的奖励，选择1颗紫纹蟠桃，吃1颗不仅能与天地同寿，而且还有增强法力的功效，就算是以我太乙金仙巅峰的修为吃了，也能获得极大的好处。而选择2的奖励则是1处顶尖道场，对此我心中也是惊喜交加。我正愁自己缺少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，最终我还是决定选择2。一是因为帮助龙族是我本来就想好，至于说需要帮龙族摆平3次危机，这并不算什么大事，奖励已发放。与此同时，我察觉到自己的脑海中多出了一条路线，以及一种入阵之法。路线不必多说，指向的自然是道场的位置。至于入阵之法，或许这座道场之外有阵法守护，没有相应入阵的方法是进不去的。随后我便再次进入了修炼状态，要尽快将混沌太虚古龙的5成本源给炼化，到时候在这洪荒之中也算是稍微有些自保之力了。时间继续流逝，当红军老祖带着阴阳老祖、乾坤老祖赶到的时候，罗侯和祖龙他们的战场已经结束了。祖龙与史麒麟身死，青龙重伤离去，罗侯也受到了一些伤势，就连他也无法做到无伤面对祖龙和史麒麟的临死反扑。不过他终究是赢了，他能感觉到天地之间无穷无尽的魔气朝着自己的体内涌入，随着魔气的不断加深，他的瓶颈也在不断松动。罗侯心中狂喜，他感觉他距离正道已经不远了。就在他准备返回须弥山消化所得之时，他看到了红军3人的到来，顿时他瞳孔微微一缩，脸上不禁流露出了凝重的表情。3位准圣后期修为以上的大能，甚至其中有1位的实力似乎并不比他弱，来者不善。罗侯眼中凶光迸发，沉吟了一下，罗侯决定还是不与红军3人起正面冲突为好。怕倒是不怕，主要是他想尽快消化所得，正道混元，没必要将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斗之上。下一刻，他的身影化作一团黑气，消失在了原地。红军见此眉头一皱，当即沟通天道推演了起来。几个呼吸后，他睁开眼，语气平静地对乾坤老祖2人说道：“2位道友，罗侯的道场在须弥山，他如此着急返回道场，看来是在大劫中获得了极大的好处，甚至有希望以此正道。吾等即刻赶过去阻止他。”乾坤老祖2人闻言顿时点了点头，他们自然明白其中利害关系。杀了罗侯，他们亦会获得天道嘉奖，到时海量天道功德加深，他们的底蕴会大大增加。另一边在须弥山，罗侯察觉到红军3人的到来之后，脸上闪出厉色，真是阴魂不散，看来要先将尔等解决掉才行了。